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猫宇宙。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拍照的时候会开美颜吗？那如果关掉美颜，你还敢发出去吗？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很多视频直播平台开始限制一件事，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不能再随意使用夸张的美颜滤镜了。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惊，也有人拍手叫好。因为过去的几年呢，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在镜头前用滤镜把自己变成另一个版本了。有的人脸会被拉小一圈，皮肤变得像瓷娃娃一样光滑，鼻子更挺，下巴更尖，眼睛亮得像自带了补光灯一样。镜头里的自己看起来精致、自信、完美。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呢，网上却开始流传了一些画面，有人直播到一半，系统突然卡了一下，然后滤镜突然消失了。前一秒是精修人生，下一秒就是一张疲惫的脸，真实的皮肤还有普通的表情。有的人愣住了几秒，有的人赶紧关掉直播，还有的人下意识用手挡住镜头。评论区往往分成了两派，一派在笑啊，原来你长这样，但是另一派也会心疼，其实也没那么糟。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心里不是想笑，而是有一点慌。这件事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台普通的规定，但是它的背后其实牵扯到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越来越习惯用一个修饰过后的自己去生活了呢？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有一部电影已经讨论过这件事，这部电影叫《魏麻的布屋》，它的主角魏麻一开始是非常成功的偶像歌手，他被粉丝爱着，被包装成纯净、可爱、完美的形象。但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放弃偶像身份，转型去当演员。从那一天开始，问题出现了，粉丝骂他是叛徒，同行嘲笑他没实力，给他的角色也越来越边缘。他开始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谁？更可怕的是，他发现网上出现了一个叫魏麻的网站，有人把他每天做什么、想什么、去哪儿全都写下来，比他自己还要清楚。与此同时，他开始接越来越突破底线的角色，从清纯的形象一步步走向了争议性的表演。他一边觉得痛苦，一边告诉自己，这是为了事业，这是我自己选的。从这时开始呢，电影里就出现了3个魏麻。第一个是镜子里的一个完美的偶像魏麻，第二个是现实中疲惫混乱的魏麻，第三个是魏麻自己参演的电影里面分裂杀人的角色魏麻。3个身份呢开始相互打架。后来呢，魏麻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幻想。他会看到过去的那个偶像的自己，嘲笑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杀了人，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脏。直到电影的最后，魏麻发现真正失控的人其实是他的经纪人刘美。刘美无法接受魏麻的改变，把最开始的偶像魏麻当成了唯一真实的存在。刘美替魏麻活着，也替魏麻杀人。这部电影其实讲的不是疯癫或惊悚，它讲的是当一个人把别人怎么看我当成我是谁的唯一答案的时候，当一个人只能靠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时候，他迟早会迷失，甚至会崩溃。这里呢，我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和你一起讨论。从心理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3个我，一个是理想中的我，希望自己是漂亮的、优秀的、被他人喜欢的。第二个呢是现实中的我，他会累，会失败，会常常感觉自己不完美。还有第3个我呢，是别人期待我能够成为的样子，它可能来自父母，来自社会，或者来自粉丝。当这3个我差得太远的时候，人就开始痛苦。有的人在这个时候会选择逃避，
比如刷手机、沉迷于幻想或者假装没事。有的人会选择恨，比如对别人发火，或者通过各种各样极端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不满。而魏麻的布屋里拍到的呢，其实就是这个过程的极端版本。一边想躲起来，在这个电影里就是这个女主角呢幻想躲在自己主演的影片的角色中，一边呢又会积累愤怒，在这个电影里就表现为杀人越货。真正的健康不是变完美，而是慢慢的让这三个我更彼此靠近一点。我允许自己普通，我尊重真实的感受，我也开始学着对别人的期待说不。这是一个成年人最重要的自救能力。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的素颜面对别人了呢？不只是脸，还有情绪、脆弱、真实的自己。说实话，在今天这期节目的视频版本里，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的露脸。我录之前呢，也纠结了很久，会不会不好看，会不会被评价，会不会被比较。但后来我发现，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那我又怎么谈做自己呢？所以今天呢，我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练习少一点修饰，多一点真实。如果你也在努力，在别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感受之间找平衡，那我想对你说一句话，你不用完美，也值得被尊重。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近一次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呢？这里是大猫宇宙，我们下期见。